欢迎两位哈。小片里说谈了3年了是吧？对。你现在在读研对吗？对。异地恋。对，我在西安读书，他在连云港工作。你去读书读了多长时间了？我今年刚刚读研。哦，刚读研哦，刚去异地是吧？对。啊，不知道怎么下去了是吗？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哦，是你不想继续，还是他不想继续？今天是我不想继续了。我俩谈了3年多，每次遇到什么问题，他从来不想解决问题，每次都用分手威胁我。我想着2个人遇到什么事情就好好沟通嘛，但是他每次都对我采用冷暴力。现在我俩异地了以后，我就觉得他对我更冷淡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你们俩因为什么提过分手？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就有一次，我俩在路上走着嘛，他就一直在玩他的手机，聊得特别开心，我就好奇嘛，他跟别人聊啥聊这么开心？我就上去瞥了一眼，他把手机护得死死的，就不让我看。他就跟我说，觉得我不尊重他隐私，要跟我分手。可是你这就是不尊重我的隐私啊！我都跟他明确讲，我说我在跟一个男生在聊天，不是在跟女生啊。我已经跟他解释清楚，他还不信我。我就瞟那么一眼，你至于跟我闹分手吗？自己也不想想我为什么怀疑你。他就是经常犯原则性错误，跟女孩子交往没有分寸的。有一次他去考4级，我兼职嘛。我路过他考场门口，我想着他经常不吃早饭，我就想着我给他买点早饭去给他加加油。我本来特别开心，我拎着早饭去找他，结果到了考场外面的时候，我竟然看到他把那手搭在别的女孩肩膀上，谈谈笑笑的特别开心。我当时一下心里特别失落，但他那英语成绩不好嘛，我又害怕他看到我哭，影响他考试成绩我把早饭塞给他，我一句话也没说我就走了。事后我跟他讲这个事，我想着他应该跟我解释一下，最起码哄哄我吧。他结果又说我无理取闹要跟我分手。当时是这样的，那个女生她有认识，我觉得普通朋友之间就是搭一下肩膀去鼓励一下，就是说你会考好的，你会过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然后就算是别的我认识的男生搭一下你的肩膀，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呀。我是你女朋友，我看到你把手搭在别的女孩肩膀上，我就问2句。你就至于跟我分手吗？如果你要是这样子让我天天围着你转的话，那我还有没有处朋友的空间了？我也没让你时时刻刻围着我转。哎，我好奇啊，你们俩这个说交往了3年，提了20多回分手，是他提的对吧？对，都是他提的。那为什么还没分掉呢？每一次我俩闹分手嘛，他都是过了好几年他又来哄我，因为他是我初恋嘛。我其实一直打算跟他走到最后的就是每次他哄一哄我。我又好了。就是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挺在乎我的。我俩那时候去爬山嘛，我俩去那超市买水，他每次都问我说：“哎，你要喝啥？你随便拿什么的。”然后我拿完了，他给我付完钱，他每次自己都去挑那最便宜的矿泉水喝。我俩都没钱，他都能把好的省给我。我当时我想，真的他挺在乎我的。你刚才说所谓的原则性问题。就是他把手搭在别人的肩膀上，是吗？还有一次，我去看他那10佳歌手比赛嘛，我就到了门口，我看到他抱着别的女孩子，当时我真的是又气又难过，但是那么多人都在那嘛，而且上一次他搭别的女孩肩膀，我跟他说了2句，他就说要跟我闹分手嘛，我当时我也没敢说，但是我心里我真的感觉特别委屈，我回去我就跟我最好的朋友哭了2句。然后被他知道了，他又跟我说嫌我把事情告诉别人，说觉得我小心眼，又跟我提分手。那个女生是我学妹，当时她比赛之前说她比较紧张，她说学长能够鼓励我一下吗？她当时已经这样子了，我能往后退吗？这样子那么多人在的话，是不是太不好了？然后我就理性的轻轻的就那么一下子，然后就被你看到了，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说我。那关键是后来我问你怎么了？你怎么回答我？你就说没有什么。但后来我们2个的事，我是从你朋友的嘴中知道的，你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讲给我呢？我敢跟你讲吗？上一次他搭别的女孩肩膀，我就跟他讲了2句，他就要跟我分手。这一次我都没敢跟他说。但是你跟别人说了，那人还没保密。我真的特别委屈我就跟他就讲了那么2句，他就又跟我发脾气要分手。又分？
我们俩之间的事情的话，你应该跟我讲坦诚一点嘛。我什么事我都跟他讲，我就解释清楚了。不是人家跟你讲了，你不是还报吗？所以人家也不敢讲了吗？我事后有感觉他不对嘛，然后我就觉得我要问你一下，我说你怎么了？但是他就是那别的男孩看到女朋友误会这种事，肯定都赶紧的跟女朋友解释，然后哄一哄。我连讲都不敢讲。3年他跟我提20多次分手，我就感觉搭别人的肩。哦，一次搭肩，一次拥抱，这才分了2次，还有什么分手理由吗？还有呢。哦，这不我要来读研了吗？啊，我走之前有一次我就没忍住，我偷偷看了一下他手机，我点开他那微信，点开一女孩的头像，当时那女孩竟然跟他说：“哎，我决定不把你放在我男朋友考虑范围之内了。”他竟然反问别人说：“为什么呀？”我当时一下我就特别气，我想着。那他肯定是问别的女孩子说，哎，我能不能当你男朋友什么之类的话，对吧？然后我跟他讲这个事，他不但不跟我解释，他就说觉得我无理取闹，又要跟我分手。没有，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不是闹得很僵嘛，当时我心情也不好，最后我就感觉我不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后来我就想通过跟别的女生聊天，然后感觉女生是怎么想的。然后后来我就问那女生，我说你们女生择偶标准是什么样子？然后她就说，要是我的话，你可能不是在我男朋友的选择范围之内。然后我就很开玩笑跟她讲，我说为什么呀？就这样子，我也没有跟她讲什么。而且后来我反省了一下，好像是有点我不对。所以你没有发现那段时间我对你比以前更好了吗？你是对我更好了啊！你因为什么对我更好？你自己心里清楚。因为什么？你说说看。当时他跟那女孩聊天记录删的就还剩那么2句了，事情是不是他讲的那样子？我根本就不知道。不是，我之前我也是经常隔一段时间会把聊天记录给清理一下。对，我也跟他讲过这事儿。反正你这个理由反正都哈。平常你们俩是不是你主动一些，姑娘？对。啊，他会嫌你黏他吗？特别嫌我黏他。我俩第一次分手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都刚上大学嘛，就经常跟朋友出去玩什么的。他第一次跟我闹分手说觉得我跟朋友亲，跟他不亲。因为我以前也没谈过恋爱，我就想我是不是真的就是太不重视我男朋友了，陪他时间太少了。我想我多抽点时间陪陪他。结果他说我黏着他，觉得我应该有点自己的生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讨好你。你不觉得那几天我们真的是连的真的是发腻了，知道吗？就是几乎做什么事都要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每个人肯定得有自己一个私人的空间嘛。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吗？可是我不能够总让我围着你。你希望他是你想他的时候，他就出现在你面前。也不是，就是自己有事的时候可以做自己的事，然后没有事的时候，我们俩可以在一起玩。对，就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他来就最好嘛。不对，就是感觉。那咋不对呢？我是觉得，你看啊，人家跟自己的朋友好，你说哎呀，你都不关心我。人家不搭理自己的朋友，你又说哎呀，你黏死我了，你这是分2次手。不是，我是觉得他自己光顾着跟我在一起，他自己就忘了自己了。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他不仅因为这些事，他对我给他买的东西，他都各种挑剔。我想谈恋爱嘛，我给他买了一对情侣戒指但是他从来都不戴，每次都乱丢。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为什么不戴我给你买的戒指嘛？他跟我说，哎，我怕别人都知道，舍友又说我秀恩爱。还有一次，因为我知道他买东西就特别挑剔嘛，我当时想给他买一套衣服，我问了好多就是男生朋友嘛，花了好几天，特别用心给他搭配了一套衣服。我就想着他穿上我给他买衣服也能开心一点嘛。结果衣服到了，他试都没试就跟我说，你拿去退了吧。因为那衣服真的很丑，我跟我室友都觉得那衣服就丑爆了，所以我就觉得不好看的衣服我为什么要试穿呢？哎，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是眼光不行，你喜欢的都是丑爆的东西，你发现没有？当时我就觉得我不太喜欢的东西为什么要勉强我要一定要穿？就感觉有东西你不喜欢吃了，但有人偏要勉强你吃，能吃得下去吗？你们俩能吃在一起吗？吃，不讲吃我都不生气，我们2个吃都吃不到一块去。我特别爱吃辣的，他喜欢吃甜的，他一点辣都不能吃嘛。我俩去吃饭，我就说，哎，你先点，但是他每次都挑他自己喜欢吃的点，一连10几天，他都点那京酱肉丝。然后我跟他说我不想吃，我一旦说我不想吃，他就要跟我
发脾气要跟我吵架。我在每次点餐之前，我说你吃不吃这个呀？吃不吃那个？他说哦，我随便啊，你随便点就好了，你看着点。他既然都说随便，那我就觉得那我就自己点吧。结果等菜上来之后，他就说我不吃这个，你为什么要点这个？我不吃，这让我怎么办？你说下次就别点了呀。那我点什么呢？就我问什么，他说吃啊，随便啊。那你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吃辣的，但是我又吃不了。你们俩怎么在一起3年的呢，姑娘？这没一样能证明你们俩能在一起啊。因为我就特别舍不得他嘛，我一想到身边没有他，我就感觉哎，我过不下去。我就每次他哄哄我，我就好了。哦，你这3年生病什么的，他会照顾你吗？每次我生病嘛，其实我就希望我男朋友就能像小说里面暖男一样，要关心我，无微不至照顾我。我就希望他能跟我说，哎，你起来，我带你去医务室，或者跟我说，我给你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但他每次都跟我说2句，哎，你多喝点热水，就这么就把我打发了。因为我每次我感冒的时候嘛，然后我只是喝点热水，睡一觉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办法挺有用的。我就觉得他每次总是想设想我成小说里那种暖男形象，其实你不是，对吧？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种形象的话，在现实生活，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啊。而且谁没有个事儿呢？他就想我天天要他一生病你就有事儿呗。我再问啊，女生一上场的时候，我问你，我说你今天来干嘛？你说我要分手，是什么促使你要分手的？你能告诉我吗？就现在我俩也异地了嘛，他对我真的就是比以前还冷淡。我有时候给他发消息，他过好久才回我，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回我。我要是晚上聊天到10点多，他就跟我说他困了，他累了，想睡觉。因为我刚去西安嘛，陌生地方，我有特别多话想跟他说。但每次我就想，那你累了你就睡吧。但我晚上经常刷朋友圈嘛，刷到12点的时候，我看到他在我俩共同好友下面评论。不是，那看错了吧？没有，跟他讲过晚上我真睡了，但是后来就因为工作突然想起来有点事儿，突然就没有睡着，然后就全没注意刷了一下。我俩现在异地嘛，其实我恨不得赶紧结束异地，我俩能在一块儿。其实我跟他讲过未来的事情，但他每次就是我一讲未来，他就嫌我烦。哎，你的意思是你跟他暗示或者提了你要跟他结婚是这意思吗？对，女孩子都有幻想嘛。每次我跟他说结婚的事，他就说感觉我给他压力。说过好多次啊。你可是用的每次哦。对，我有时候看到我会跟他提，但是他就说我给他压力，他就是从来都不正面回答我关于结婚的问题。我就想，我一个谈了3年的男朋友，他连结婚都没想过，我其实就想知道他是不是就玩玩的心态嘛。我也因为我俩也见过父母嘛，我想着我们双方父母能见个面，彼此认可一下。但是他连就是说让我们双方父母见个面的承诺他都不愿意给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继续。我现在听明白了，不是因为异地，是因为姑娘要逼婚了，双方父母见面，男生不愿意是吧？也不是不愿意，就是因为我觉得谈3年，这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双方父母什么时候见面？你说这个什么时候见？我自己都不太清楚。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不太喜欢就是轻易的给人许诺，因为如果要是成了的话那还好，如果要是不成的话，我觉得那连我自己这坎我都过不去。那就跟他分手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发生这些事都是小事儿，我觉得不足以去分手。而且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就是去用实际行动去做。行吧。我觉得不太想分手。3年异地，当时考研没有共同商量一起考研？他比我高一届嘛，他当时他英语成绩也不是很好。所以你考研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姑娘？我就想着以后找工作学历高一点就安稳一点。挺好。这要不考研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所以考上研其实对他来说应了那句话，叫知识改变命运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我问一下女生啊，就真的跟他分手了能怎样？之前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待在一块儿嘛，一没有他我就觉得我干什么都不行了。现在因为我出来读研，我俩也不在一块儿了嘛，我就突然觉得没他也差不多，就那样，是吧？其实没他我也能过得挺开心的。所以他现在害怕了。你20多次分手都是真心想分的吗？不是啊。是的。
没有，就是是的，都小事。现在人家想真的分手了，你害怕了。我本来一开始刚看到台本的时候，我在想，哎呦，这个天天提分手的人肯定就是心虚自卑。但是我发现通过你们讲述你们之间的发生的事情之后，我发现你根本不是，你就是真的想分手。因为你根本不在乎这段感情，你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给他，谈何爱情？他精心为你打扮、为你搭配的一身衣服，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朋友送给你，你都不会对对方说出退了吧这3个字吧？还会说自己女朋友给自己选的衣服丑爆了。你对待这段感情没有付出所有的真心。你说没有到时间结婚或者怎么样，需要时间发展，所有一切全是借口。你的借口太多了，一点都不真诚。所以我觉得女生现在要想想，为什么在3年当中一个男生提20多次分手，每一次你都很委屈，发现问题了居然都不敢跟他直接沟通，因为怕他生气。如果谈恋爱让自己变得这么卑微的话，那这段恋爱不谈也罢。所以在下一段感情或者说以后的感情当中，不要让自己在感情当中变得太卑微，否则的话你自己不自信，自己变卑微，就不要怪他提20多次分手。好，谢谢。姑娘，我不知道你遇到他之前，你想象当中的恋爱生活是怎么样的？一定很幸福吧？想过吧？对。憧憬过吧？对。在没有遇到他之前，你想象的爱情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我恰恰认为，每一次他说分手的那件事都应该是你来说分手。可惜是他。你在这段恋爱生活当中，你就完全是一个没有话语权、没有地位、没有尊严的你。他根本心上就没有你。当你看到他问别的女生说为什么我不能进入你的男朋友选择的范围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心疼了吗？我猜每一次你看到的时候都会心疼，疼到后来你麻木了，到最后你还居然怕他，你眼睁睁的看着他在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居然不敢当面的去指出，你躲了。姑娘，你怕什么呀你？你完全有自己有权利有能力去争取自己的幸福，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吗？每个人都有初恋，但不一定初恋就是最后一个。相反，我觉得从这里头得到的是什么？是教训。你是有收获的，收获到如果在你今后生活当中，但凡遇到的男人在他身上所有那些20、30次分手的情况出现一个，你就断然离开那个人，而不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受到伤害。我相信你对这所有的情况都应该有免疫力了。我告诉你，今天这次分手应该由你来提出。你说出了这次分手，幸福离你就不远了，好吗？姑娘，你觉得一个人站在黑暗当中，在心里默念，你快看看我，快注意我，别人能看得到你吗？你活得很不真实。你们俩，你是假客气，他是真不客气。你心里难道不想渴求爱吗？不想撒娇吗？不想对他愤怒吗？你想，你要装成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这就像一个人跟邻居说，周末都到咱家来坐一坐啊，咱家有好吃的。其实那是假客气。没想到那家伙真的每天都来，把你们家吃得一干二净。就这样的人，如果你跟他再这样处下去，总有一天他会带着另外一个女生找到你，然后跟你说以下这番话。他会跟你说，我今天要跟你分手。分手不是因为你不好，就是因为你太善良。而我为什么选择他呢？是因为他太脆弱。他要是离开我，他就惨了。你不一样，你就是那种被打倒多次还能勇敢站起来的女孩。你说到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欲哭无泪啊？你对他总是有求必应，总有一天会变成理所当然。
你对他百般的纵容，总有一天会变成本该如此。你对一个人的好，他得领会得到才行。他要是领会不到，你说你那好不是驴肝肺吗？你老对一块石头就拿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他，有用吗？人家不需要，何必要让自己的生活活得这么没有价值，这么卑微？初恋从来就没有100%成功的，相反99%都是失败的。所以你也不用太过伤心。其实你也不想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是被他纵容出来的，对不对？就一个人对你太好了嘛，好到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太多了，是吧？如果他对你的好只给你1/10，你都不会今天这样对他。轻易得到手的总是不珍惜，总是要去追求一些求而不得的东西。人生就是这样，你经历了他，你就知道什么样的男人好，他经历了你才知道你的。所以分吧，分完了以后才有可能有人生真正的收获。就这样。没什么啊，刚刚开始，对不对啊？读研、工作啊，经历一些事嘛，然后学会长大。人生总会犯错嘛，人人都会犯错，你不要一错再错就好，对不对，男生？就是坦诚面对，感谢曾经过往的这段经历，也不要恨自己，也不要恨别人，因为有的这样的否定反而会让自己更难受。所以看开一些，我是觉得人生在经历这样的挫折的时候，你更需要的是记住这个挫折当中的那一点点好，拿着那个好才能更加好的往前走，不要老背着它，大家开开心心的把它放下，重新开始。只要记住以后不要再犯，不要再让自己变得那么卑微，不要那么不尊重别人，这段感情其实就有它自己的价值。祝你们俩都好，好吗？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就是你还记得你大3那会儿，有一天晚上已经蒙劲了，然后你特别想吃鸡爪，然后我当时是没有回你，但是过了1小时之后我是怎么做的？大半夜去给你做鸡爪，给你送到我们之前那个秘密小基地，你还记得吗？然后现在我那个副业偷偷瞒着你做的，就是我现在为你做了一家小的鸡爪店，就是在我边上班，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个，就是为了以后你回来的时候能有一口热的鸡爪可以给你吃。然后那个鸡爪的话也是要赚钱的，你相信我，大概过不了2年时间我会。之前我可能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今天通过今天的谈话跟老师们的说话，然后我知道你想要什么，给我一次机会吧。好，谢谢2位，请回。来，请关门，请关门。啊，来，爱情到这儿刚刚好，辛苦过也不好，还有话跟女生说吗？我尊重她的决定，然后希望她以后更好吧。加油吧，好吗？谢谢你，请回，谢谢。